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暴民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几内亚发生政变，威胁中国铁矿石的脱澳战略，这个背后是否有黑手？最近西非小国几内亚发生军事政变，这个国家的特种部队上校窦摩比亚宣称自己已经控制了总统，并废除宪法，解散政府，关闭陆地边界，实施无限期的宵禁。几内亚距中国非常的遥远，但几内亚对中国却又十分的重要。几内亚是中国“一带一路”的重要参与国，中国在几内亚有大量的投资项目，因此几内亚政局不稳将威胁中国在当地的利益。为什么说几内亚对中国十分重要？因为几内亚的自然资源是十分的丰富，它是世界上铝土矿和铁矿最丰富的国家。几内亚的铝矾土储藏总量估计为400亿吨，其中的290多亿吨已经探明，占世界已探明储量的 30%， 居世界第一位。同时，几内亚拥有全球储量最大的未开发铁矿西芒豆项目。那根据估计，这个项目的铁矿石总储量达到惊人的100亿吨。更难能可贵的是，铁矿石的品位极高，达到 65%， 年产量有望达到 1.5 亿吨。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就知道几内亚对中国的重要性了。几内亚现在是中国的主要的铝土矿的供应国，对中国铝土矿出口额几乎和澳大利亚并列第一。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几内亚的铁矿石项目西芒豆项目上也进行了巨额的投资。这个西芒豆项目分为北段和南段，其中北段已经有中企和新加坡企业的联合体出资140亿美元拿下，而南段的矿权有澳大利亚的力拓集团拥有 45% 的股份，而中企联合体也参与其中，拿下了将近 40% 的股份。可以说，从总体上看，西芒豆铁矿项目中企是拿了大头的。为此中方也付出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比如说中方满足了几内亚政府提出的必须在该国境内修建一条长约650公里的铁路和一个深水港，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是巨大的。如果项目顺利进行，这一切当然都是值得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量非常大，但是中国的铁矿石基本上依赖进口，而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占到了中国进口铁矿石总额的 62% 以上，可以说中国已经形成了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依赖。近年来澳大利亚作为美国反华的急先锋，出台了许多反华措施。如果澳大利亚把铁矿石作为卡中国脖子的武器，中国将比较被动。事实上，澳大利亚这2年利用中国对铁矿石需求的高涨，4亿抬高铁矿石的价格，从2015年的每吨 282.5 元疯狂飙升至现在的每吨1358元，涨幅高达 3.8 倍。正因为如此当中澳关系恶化，中方对澳方的许多商品开出禁令，令澳大利亚的许多商品的对华出口额遭遇断崖式的下跌的时候，澳大利亚对华的整体出口额就没怎么下降。这主要就是因为澳大利亚从铁矿石的涨价中把其他的损失都找补回去了。中国铁矿石受制于澳大利亚，不论是从中国的产业安全还是从外交战略上都是极其不利的。因此这2年中国积极开拓澳大利亚以外的铁矿石的资源，希望能够摆脱对澳矿的依赖。而几内亚储量惊人的未开发的铁矿将是澳大利亚铁矿石贸易优势的最大竞争对手，因此中企参与的几内亚西芒豆项目也被认为是澳洲铁矿杀手。正因为西芒豆项目的铁矿石对中国有如此重要的战略意义，许多网友一得知几内亚发生政变，就联想到这是不是有人在给中国下绊子。不过我认为澳大利亚没这个能耐，几内亚政变主要还是其国内的因素占主导，但是不排除几内亚政局动荡之后西方各种势力的介入，导致几内亚利益的重新洗牌，这个会不会对中资造成冲击还有待观察。几内亚传统上是法国的势力范围，而中国在非洲加大投资扩大影响力，让法国是很不高兴的。法国认为中国动了他在非洲的奶酪，因此多次在欧盟呼吁加大对非洲投入，事实上是想和中国争夺对非洲的影响力。而美国就更不用说了，绝不会放弃任何可以打压中国的机会。这次几内亚政变的领导人就是那个特种部队的上校，就曾经接受过美国的培训。因此
几内亚的局势今后的走向会不会影响中企在该国上千亿元的投资，就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啊。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